随着中国经济基本盘的动摇，长期被掩盖的深层次问题，如今纷纷浮出水面，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眼前。县级电视台的困境，正是这场经济海啸中的一朵浪花。最新数据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：中国约2000家县级电视台正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，面临倒闭。大批电视台员工被迫卷入失业漩涡，生计无着，前途渺茫。根据中国媒体报道，截至2023年底，中国已有近700家县级电视台停播或关闭。然而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。更加令人担忧的是，这股倒闭潮的势头还在不断扩大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目前全国范围内约有2000家县级电视台正处于倒闭的边缘。这意味着中国地方电视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危机的规模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基本数据。据统计，中国目前共有2522个电视台，4000多个电视频道，其中中央电视台拥有18个卫星频道和18个数字频道，39个地方卫视频道进行全国卫星覆盖。在地面频道方面，浙江省和山东省数量最多，均超过100个，广东省紧随其后，拥有97个地面频道。然而，这些看似庞大的数字背后，却是一个正在急剧萎缩的行业。如果2000家县级电视台真的倒闭，将会造成数十万媒体从业人员失业。这不仅是一个行业的悲剧，更是整个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。地方电视台为何会陷入如此困境？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收视率持续走低，已经跌入谷底。有媒体人士透露，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本地新闻节目收视率近乎为零。更有甚者，有人调侃道，现在的央视新闻联播收视率未必有1/1000。从头到尾假话、空话、套话，省市电视台可想而知。财政支持大幅减少，资金链濒临断裂。在中国，地方电视台属于事业单位，长期依赖政府财政支持。然而，随着各地政府资金日益紧张，电视台的财政拨款也随之减少。一些电视台甚至出现了拖欠工资、社保核公积金的情况，员工生活陷入困境。自媒体的兴起对传统电视媒体造成了巨大冲击。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的时代，只需一部智能手机，任何人都能快速报道身边发生的事件，并通过各种社交平台进行传播。相比之下，传统电视媒体由于受到信息审查和播出流程的限制，在时效性和灵活性上明显落后。内容受到严格审查，导致节目质量下降，观众流失严重。许多观众抱怨地方电视台的内容呆板无趣，重大事件的报道缓慢且缺乏深度。有网友评论道，10家电视台有8家在放抗日神剧，谁还看啊？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不关心老百姓关心的事了，假大空新闻过多。这些尖锐的批评反映出观众对地方电视台的失望和不满。在这场危机中，最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数十万电视台员工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引以为傲的铁饭碗，如今已经摇摇欲坠，生活陷入困境。以一个3线城市的地方电视台为例，该台近200名员工已经超过半年没有收到绩效工资，每月只能拿到1000多元的基本工资，勉强维持生计。更令人心酸的是，这个电视台的员工构成也反映了行业的畸形发展，少数领导和中层干部享受全额拨款，部分老员工享受差额拨款，而占员工总数60%以上的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聘用人员。一位电视台员工倾诉道，我们单位从2018年开始就不能正常发工资了，然后断断续续拖欠社保、公积金。当时觉得单位拖欠工资，应该把这些钱补齐再换工作，没想到沉没成本越来越大，不但拖欠工资，到后来连医保、
生育津贴都拖欠。这位员工无奈地表示，他们已经向劳动仲裁部门提交了申请，但对结果并不抱太大希望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一些曾经被视为金饭碗的事业编制，如今也不再能保证稳定的收入和体面的生活。有报道称，一些电视台员工已经选择离职，甚至放弃了来之不易的事业编制。一位在电视台工作了10年的编导表示，节目虽然没人看，但领导的要求可不低。稿件要当天出，视频第2天能上台，要天天加班，但报道内容纯粹流水账，索然无味。最近几年也没涨工资，陆续有人离职，编制都不要了。这些案例只是冰山一角，反映出地方电视台员工普遍面临的困境。曾经光鲜亮丽的电视台主持人、记者、编导等岗位，如今也难逃行业寒冬的侵袭。有些人不得不转行送外卖、开网约车来维持生计。曾经的媒体精英沦为短视频博主或自媒体创业者，但在激烈的竞争中，能够成功的毕竟是少数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地方电视台并非坐以待毙。他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努力自救，试图在这场媒体革命中寻找新的生存之道。然而，这条转型之路布满荆棘，充满了不确定性。首当其冲的是大规模停播部分频道，这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断臂求生策略。例如，2024年8月7日，深圳广播电视台宣布公共频道与娱乐频道停播。2024年8月1日，木干山区广播电视频道进行大范围整合，部分频道停播。2024年7月24日，泉州都市生活频道停播。2024年4月19日，许昌公共频道停播。这些停播公告背后是地方电视台艰难的取舍，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已经难以为继的频道，以集中有限的资源维持核心业务的运营。其次，一些电视台正在积极寻求体制改革，申请改制为融媒体中心。这种改制不仅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，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。一位县级融媒体中心主任在私下交谈中透露，我们希望通过改制，将供养性质由差额拨款变为全额拨款。但目前财政部门因为压力太大，一直不同意。降薪裁员也成为许多电视台不得不采取的措施。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求助，电视台降薪50%，还有必要干吗？这种大幅度的降薪已经让许多员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，但对于电视台来说，这可能是避免破产的无奈之举。此外，一些地方电视台正在尝试向新媒体转型，但收效甚微。一位资深媒体人分析道，转型容易说难做，领导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弄，转型转不了，维稳也维不下去，感觉整个行业都要被淘汰了。地方电视台的困境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，它折射出整个传统媒体行业正面临的巨大挑战。继纸媒之后，电视媒体也陷入了生存危机。有观点认为，地方电视台的没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。一位媒体研究学者指出，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不怎么看电视了，有的人甚至一年家里电视机都不会打开几次。除了央视和少数几个省级卫视，比如湖南卫视、江苏卫视、浙江卫视，其他的电视台都面临生存困难。更有声音认为，大部分区县级电视台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，一天天的也没啥原创内容，净搁那放保健品广告，忽悠那些没有其他娱乐渠道的农村老年人。一位网友如此评论道，甚至弱势的省级电视台都没什么价值，西北几省、西南几省、东北几省完全可以精兵简政，合作办台。县级电视台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困境，更是中国社会加速期的一个缩影。它揭示了在经济增速放缓、政府财政紧缩的大背景下，许多长期依赖体制庇护的机构
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。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